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创建不会消亡的粒子。我们在粒子系统里面创造的所有的这个粒子，它都有个生命周期，对不对？那如何创建一个没有生命周期的这个粒子？我们来看一下。新建粒子系统，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叫啥呢？为了下一个考虑啊，我们取个叫做Star Following， 跟随这个恒星。好，进到这里面来以后呢，首先第一步，给它创造一个星球。我刚刚说恒星对不对？这个粒子系统是个恒星啊。点空白处，然后呢选择类型数据，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新建网格体数据。好，网格体大家都知道啊，就模型，对不对？所以呢，粒子系统不光可以发图片材质，当然它也可以发这个网格体。但是呢，网格体呢，如果这个网格体很复杂，千万不要太多了啊，要不然这个会卡死去。我们给它发个球体，就发个球体。好，其他的地方呢可以不用调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必须。材质我们给它来一个这个默认的材质，是因为我们需要给它另外来配材质。怎么配材质呢？右键选择这个材质，网格体材质。好，然后新加一个，我们之前不是创建了一个黑洞材质吗？我们就用那个黑洞材质吧。Black hole， 这材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不正确吗？OK， 我们先试一试吧。好，然后再回到这个生成。我们通过这个比例来生成的这个粒子呢，它是有寿命的。这个寿命呢是由这个生命周期来控制。我现在需要创建是没有生命周期一个永恒的粒子。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生命周期变为00，然后在生成里面，这个也是0，这个也是0，因为我们要永恒，所以呢，去掉这些，我们要用爆发。好，用爆发的方式来创建。首先，喷发列表我们加一个数量，我们创造3个粒子，产量不改它。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创造了这个3个永恒的粒子，生命周期为0啊，不给它指令。另外这个初始大小，我们在这个地方点右键，转换为以色种。这个以色种就是把它变为种子啊，它是由这个随机种子组成的如果你不懂，先没关系，我们先往前面走。我们把这2个大小和速度都设为种子，然后呢再点右键。设置随机种子，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啊，马上就随机变了一个数值。尺寸，我们给它设一个常量，让它只有稍微小一点啊。那个网格体蛮大的，0.2吧。好，可以看到，因为刚刚是太大了啊，所以看不到。现在呢小了，变大了。可以看到，但是现在它在不停的创作。对，我们在必须里面，我们把它的这个循环给去掉，只让它来一次，这样子呢，就永远只有这3个粒子啊，它会永远的往上飘。这个速度我们给它，我想要看，让它旋转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来个150吧，来个200。最大200，然后到-200。好，让它往外面扩张。生命的颜色呢，我们不改它。好，我们给它加一个新的东西，让它围绕着某一个点来旋转啊。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就是吸引，对不对？围绕着一个点，所以呢，我们来一个叫做这个点吸引子，让它围绕着这个00这个点，范围
范围给它来个2000，就是它影响的这个吸引的啊，这个引力器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强度给它来个多少呢？500，好，再给它加钱，1000。好，再给它加一样东西，点右键，好，选择这个叫做，什么呢？位置有一个叫做球体速度，就是在这个球体内产生的这个发射器，然后呢，让它有一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呢，我们这个地方给它设置个150，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点吸引值啊，点吸引值呢，它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初始速度，是因为有一个开关，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关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影响基础速度啊，因为我们把它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初始速度之上啊，影响到这个初始速度之以后呢，我们这个点吸引值可以看到这几个球一直围绕着某个这个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点啊，在不停的这个进行圆周运动。好，可以看到这3个球呢，永远在这个地方啊转着。我们把这个球稍微变大一点。好，如何让这个球，它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直径更加大一点呢？我们可以将这个初始速度把它变得更大，我把它变成1000，然后负1000。好，可以看到这个球啊运动的这个轨迹越来越长了。好，我们保存一下呢，然后把它丢到这里来。于是我们就创建了3个永不消亡的这个粒子，是用的球体，然后用了我们做的这个black hole 的这个材质。